说全世界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想象啊，就是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跟我们一样都有在用 AI 啊，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用过 AI 的，然后有少部分的人呢，可能有用过一些的免费版的 AI， 然后去问一些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小事啊，再来有另外一些更少部分的人是愿意每一个月付费，可能付费1个或2个的 AI 去订阅，然后用它来做一些比较更深入的事情。那再更往下的就是他会开始去设计一些自己的这个工作伙伴啊。那这个工作伙伴当然它的定义就有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好，那各位，他那张图啊，里面秀出来就是到真正使用 AI， 还有订阅 AI， 还有真正用 AI 来打造你自己的工作伙伴的人啊，这个比例占全世界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其实那篇文章的标题就说其实你的同温层没有你想象中的大啊。那各位，你们今天上线来，我们现在线上的这300多位的伙伴呢，基本上你们应该可以归类是在属于非常少数的哦。其实我们常使用的人都会觉得说，好像大部分人都在用了，其实不尽然啊。好，那各位，你们今天这个课啊，其实 ED 咖啡其实坦白说，我觉得蛮简单的啦哦。但是我觉得越简单的工具，我觉得是越值得推广啊。其实，在教育现场，像我自己在当校长的时候，我都不太主张那个购入太复杂的工具，因为我觉得太复杂的工具基本上不太适合在学校里面我讲的是普遍推啊，因为学校里面的老师的样态很多种嘛，你如果是变成是学校里面要去普遍推的一个系统或者一些的平台的时候，基本上那个难度都要很低啊。太难的东西它不持久了，因为当你使用它的复杂度很高的时候，它就很可能会一开始一头热，然后就无疾而终。那所以我们都会推喜欢比较简单一点的东西。那今天我觉得 ED 咖啡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符合这样一个特质。那今天各位，我们还会我会分享一支我自己怎么去打造一个你自己的同事，就是你的聊天机器人的一个AI 哦，来协助各位哦。在 ED 咖啡里面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写 Chatbot 啊，就是可以自己写聊天机器人。好，那这个，但是大部分很多的老师，他也许可能有一个大概的想法，但是他不见得能够写出提示词出来。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展示一下 ED 咖啡里面怎么去写这个机器人啊。那我自己也有另外设计一支用 AI 来写 AI 机器人的一个Gem， 今天可以送给大家用哈。好，那我们说，AI 它基本上当然是带来了一些机会哈。我们说这些机会，可能各位都在场，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它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备课、出题、制作教材。OK， 那到底有没有减轻负担呢？我这个不敢跟各位保证哦，因为是不是能够减轻负担，涉及到你用的工具以及你用工具的方法啊。好，那当然我们今天线上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尽量来减轻大家的负担啊，让你既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又能够让你更轻松。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在现场的老师，其实我在观察，就是真的工作负担坦白说蛮重的了啊，蛮重的啊。好，那么 AI 除了带来一些的对于我们老师有影响之外，我们对于学生他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我们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机会，当然也有一些危机了哈。那这个机会就代表，比如说像它可以带来促进一些学生的自主学习，包含比较可能然后可以去做到所谓的个人化学习体验。这个部分呢，在今天的 ED 咖啡的这个平台里面呢，像刚才我们介绍的那个 Chatbot， 它本身，如果你想想看啊，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学生他能够配给他一个，比如说你在上某一堂课的时候，你针对那一堂课做一个机器人助教，然后让学生，每一个人都能够对那个机器人助教去做一些提问的时候，
它其实就有效的去某种程度来解决了我们在课堂上我们一个老师对20-30个学生的困扰啊。我们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需要到比如说他在做实作，你可能就要到各个行间里面去做了解，看看学生有没有困难，对不对？当你在解决某一个学生困难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学生的困难，那可能你就无暇顾及。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师生比上面我们比较难去克服的。但是你现在在国家没有去降低师生比的前提之下啊，那我们如果能够适度用 AI 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那也是很棒的事啊。好，那当然不外除了这个个人化学习体验之外，它还可以做到一些的即时回馈啦，甚至是一些多元的学习资源的赋予啊，包含还有一些多模态的东西都可以进来啊。但是当然我们看的是 AI 它可以带来一些的机会，但是有没有一些挑战？当然一样是有的哈。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倒觉得历史上所有的东西它基本上都不是单独只有好而没有不好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双面刃哦。任何的科技进来，它都是一个双面刃啊。那人类之所以会进化，就是它会去站在这个有利益的地方上面，然后去克服那些不利的东西啊。那这些挑战包含哪些东西？就是它很可能会有一些时候会造成学生反而没有促进他的学习动机，反而是下降了啊。比如说我这边只是讲说很有可能，但是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啊。那例如说像说过度依赖啊，你过度依赖 AI 啊，就是你什么东西都用 AI 啊。那再来就是学习浅层化啊，因为你过度依赖 AI 之后，你就是变成你自己没有在做什么思考啊。来，那个杨老师把你的麦克风关掉。哎，谢谢啊。然后再来就是一样的你过度依赖之后，你不动脑，你当然学习浅层化，然后你创造力也没有在发展，因为你没有在思考嘛。创造力是需要思考的啊。好，再来就是说学习主动性降低，各位这东西是一贯的哈。你学习主动性是因为你从学习里面去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挫败，然后你因为思考之后去克服那个挫败，然后你产生了内在的学习的成就感，再去回过来去促进你的内在动机。好，其实我们在谈那个学习动机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尽量是去用内在的学习成就去促进你的学习动机，而不是透过一些外在的这个刺激比如说奖励啦，给你什么考100分给你什么东西啊，那个东西它的效期跟效力会递减啊。所以 AI 它是有一些挑战的啊，是有一些挑战的。但是这个挑战它是不是一定会发生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倒不尽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只要能够正确的指导他们使用 AI 啊，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有可能去减弱的啊，是减弱的啊。好，那这个报告可能各位都稍微在网络上有看过哈，大致上就是谈到说这个过度于使用完全依赖 AI 的话，那反而未受其利哈，那都先蒙其害哈。那他这个研究就是说，那你只有使用 ChatGPT 的那一组，反而大脑的连结性是明显下降，特别是在脱离 AI 写作的时候呢，他的脑波表现像是一个写作新手，然后更惊人的是高达83%的人没有办法记住自己几分钟前写过句子。各位你们现在都有使用 AI 的经验，这个东西你根本一点都不会觉得惊人，因为非常正常啊。你让 AI 你让 AI 写，比如说你告诉 AI 说，请帮我写一篇什么什么什么文章，写完之后，其实你明天来看的时候，你完全不记得那个东西是你叫 AI 写的，因为你根本没有参与创作嘛，你没有参与创作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是不会记得那件事情啊。所以前一阵子这个礼拜我自己有一个频道都每个礼拜4都会做线上直播啊。那我这个礼拜我谈的主题就是在谈说，你如何在用 AI 来辅助写作的过程里面，让 AI 来问你问题，然后提炼你这个使用者的内在的观点，
甚至是取用你自己在阅读过程里面所写下来的笔记当做素材这个是我们未来在用 AI 的时候可以来教给学生的我必须要说，现在目前在批评使用 AI 的时候，就是说，像各位你们看到说，有的人说那个是 AI 写，AI 写，其实 AI 写了一点罪过都没有，最重要的麻烦是你没有让你去参与 AI 写作的过程。其实 AI 有些时候它帮你做一个收集资料，打一个草稿，这个我觉得很 OK 的但是你必须要加上你自己的观点那你自己的观点怎么被提炼出来？那所以你就是要透过提示词来强迫 AI 来问你问题，然后逼你把自己的观点把它给炸出来。炸出来之后，你就有你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你接下来写作的素材是包含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风格，还有 AI 帮你找到的案例故事，你就可以把它给用你的风格再去写成一篇文章，让 AI 学你的风格去写一篇文章。那这个东西就比较接近我们希望 AI 来辅助，而不是依赖 AI 去做一些事情好，所以我们说比较理想的用法就是比较像我刚才所说的让学生或者逼我们自己我们某些程度来说，我们也是学生嘛，那我们自己先想过，然后再交给 AI 去加持那我们在课堂上的时候呢，各位老师你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我都很建议第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动脑，让学生先动脑去草拟一个针对某一个议题的核心观点。那你可以让他用口说或者是手写，都可以再来呢，才是请他可以把平板拿出来，然后交给 AI 来做一些的检查，比如检查我刚才所写的那一些观点有没有哪些逻辑漏洞，然后呢，进一步再请他示范有没有哪一些东西可以去做一些对比。然后再来第三个层次是请学生很多学生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会照单全收AI 讲的就一定是对，其实不尽然各位如果你们有经验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的专业是教育，像我自己我就有办法去看出说，有些时候 AI 写的东西写的不对因为我也常常在使用 AI AI 有些时候我们问他一些问题，或请他写一些东西，他写出的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不对的，特别是跟我们台湾的实地现场的情况是不符的AI 常常会有这些不对的东西出来。那你说他是幻觉也好，或者是说他是自己学的东西不够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他我不认为他真的完全都懂大部分普世的东西他是懂的，但是那一些东西他教育实际现场越实际现场越限缩的一个范围，它其实它的知识不够，所以其实现在 AI 虽然用的很普遍的，但是未来有一个东西就是提炼我们一些在地现场的人的实务经验，这个会变成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像你一个很资深的老师或一个很资深的行政人员，你怎么去把你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内隐知识去把它给提炼出来，化成一个文件化的东西？这个是我们未来应该可以来努力来做的事情。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些 AI 就非常好用好，那我们说，当我们让学生去使用 AI 去做一些的比如说检查漏洞，做一些对比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让学生去挑战 AI 就是让学生用不同的颜色去标注 AI 修改了什么东西，然后再回答AI 为什么这样改，我学到了什么，我认同吗？那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有跟我们以往在教学的时候有不同的地方。以往我们教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做第一个步骤 ，OK， 好，第一个步骤。然后呢，我们老师有些时候可能他会搭配一些的上台报告分组那同学可能会从别的同学那边的发表，他得到说一些跟我不一样的想法的东西。但是你现在用了 AI 之后，它除了可以得到那些东西之外，它还可以得到第三层次的所以我觉得是先让学生先人后机这个我上次听那个李海硕校长讲了一个很棒的一个词，叫先人后机那就是跟我这边写的一样，就是先让学生先想过，再交给 AI 去做这个是我们比较鼓励的一个方式。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一个主题啊，就是怎么用 ED Cafe 来协助你去解放你平常的一些教学的负担啊。我觉得 ED Cafe 它的这个工具性就是用来解放各位的啊，它里面有一些的很多的功能，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说特别了不起，因为那个东西各位老师你们都会做。哦，各位老师你们都会做，但是各位啊，就是你做那件事情，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比如说里面有一些那个随堂小考的东西，那个东西我相信只要在线上的每一位老师，你自己都会出随堂小考。可是你就算是去抓出版社的也好，或者你自己从你这个教材里面去编辑，你编个5题10题都要花你一些时间，就是你花的时间多长或短而已。但是这个东西，我坦白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技术层次啊。对于我们已经教学很久的老师来说，技术层次不高啊。而且那一个东西的功能，你只是为了说我在下课前的5分钟10分钟，我做一个随堂小考，验证第一个你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讲课，第二个你学会的程度多少了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不认为你让 AI 来带你做这个事情是偷懒，反倒你应该是从这里面去释放出来你的多余的脑力跟时间来去做一些我们谈到所谓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的东西，就是你如何去思考说我要让这一堂课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去教得更生动，这才是我们应该用工具能够得到的一个收获啊。那这个平台我们大概会分成3个部分哈，它的设计架构就是这样子。第一个 part 就是planning 计划的阶段，它会协助我们来打造一个课程的骨架。那第二个部分是 materials， 就是它的教跟学的材料啊。你有了骨架之后，有一个想法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教案或一个教学计划。那有了教案是一个初步的构想而已嘛。那我怎么去我教学的时候当然要有素材啊。哦，那这边就是可以帮你去找一些素材啊，包含投影片可以帮你做编辑。那接下来最后所有的课堂讲完之后都应该要有一个评量。那这个评量呢，它这里面可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那等一下我们就来一一的来看这3个架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架构就是计划在这个阶段的核心是可以帮你做高效备课了让老师们你们在最短时间里面，我刚刚讲最短时间里面产出，把你的脑袋里面可能不是属于半结构化或弱结构化的东西，去把你做成比较高结构化的一个课程框架跟教材出来。好，那各位，今天我给各位的投影片当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上面有一个 QR code 但等一下我也会把这个连结再给各位一次啊。今天给各位的投影片里面你们我们今天讲完之后，你也许不见得能够跟得上我们的进度来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实作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并不是说很长好，但是各位你放心好了因为我们的投影片里面呢，每一个投影片这边我都已经帮各位做好了，就是基本上等一下我们的课程就是一张一张投影片会带各位做每一个功能了算是 step by step 这个教学。好，那坦白说蛮简单的，但是我还是因为今天这个课就是这个嘛我都已经把你可以照着做的写法的做法，通通包含一些你该用得到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了。然后我也把那个我之前利用这样子一个提示词，然后去做出来的范例，也把它放在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做出来的教案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了首先第一个是 lesson plan 我先给开那个 ED Cafe 的界面给各位看一下好，那个林丽婷老师，麻烦你把那个麦克风关掉。好，
好，各位，那个你只要在 Google 搜寻那个 ET Cafe 的话，你就会找到这个网站。好，那这个网站呢，刚进来的时候，如果你第一次进来就是这样子啊，那你可以从立即使用这边进去。好，那坦白说，我觉得 ET Cafe 这边还不错啦，免费版的其实我觉得就很好用。等一下我示范的东西我也是用免费版的而已哈。来，那你接下来就可以直接立即前往。不好意思啊，我刚好像被我刚好像画面断掉了啊，我再把画面再切一下。好，刚刚连线上有一些问题哈，我刚刚被踢出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我们说到这个连到这个 ET 咖啡这个网站之后，你可以从这个立即前往这边进去。好，进来之后呢，进来之后各位看到的就是我们它画面分享有一点问题，我先处理一下哈，好，来各位看一下啊，你会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画面。当然你的 My Library 这边应该，如果你第一次进来，这边是空的啦哈，你就是没有那么多东西嘛哈。好，那我要给各位看的就是，我们先看到这个界面，稍微讲一下哈。左边这边就是你的类似像一个功能表啊。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通常讲进来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我的图书馆啊，其实就是你的资源库了哈。那这个资源库是谁建的？就是你建的。那你如果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这边资源库这个地方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多东西啊。那待会我们就会一个一个来建这个东西啊。好，那其实它这边的界面，我觉得使用非常的单纯啊。你这边的资源库，你可以去建资料夹，比如说像这边它有一个加号啊，我们现在看到滑鼠这边它有一个加号可以增加一个 folder， 就是你可以增加一个资料夹啊。那这边有一个 create new， 就是你可以建立新的什么东西。那这个按钮呢，跟左手边这边这个按钮是一模一样的。好，那我们点进去之后，先给各位看一下，它这里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表单，总共有12个，对，1、2、3，对，有12个功能啊。那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它有分3个 part， 就是第一个是 planning， 第二个是它的那个 materials， 再来是 assessment， 对不对？好，总共3个。那第一个 planning 的部分，就是它会帮你可以带着你做什么？做你的教案 lesson plan， 还有你的那个什么呢？去帮你找教学的材料。就网络上的材料，它可以去帮你找一些连结影片啊。再来就是它可以协助你做这个 slide， 就是投影片。好，然后你有一个教学的一个架构之后，接下来我们教学要有素材嘛，所以我们就会用第二个部分这边来协助我们做一些教学素材哦。那当然你手边自己要有讲义啦哦，有讲义之后你还要做一些东西来协助你。首先第一个就是 Chatbot， 就是机器人啊，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用哦，而且
它这边很佛心了，你在 ChatGPT 里面做 GPT， 它是要付费版本才可以做当然 Gemini 它做 Gem 是可以免费的，等一下我们也会有一个 Gem 会送给大家那这边 ED Cafe 这边它的 Chatbot 做也是免费，但是它的限制是免费版的话它是可以做3个3个就是说你做满了3个之后，你可以把其中1个你可能只是练习做的，那用不到的，你可以把它删掉之后，你还可以再多做1个，也就是说它随时只能够维持3个的存在量在那边而已好，再来就是 Flash Card 就是闪卡，这个东西各位如果你有用 Notebook LM 的话，你也知道在 Notebook LM 里面也有闪卡这边也有，但是这里面的这个闪卡呢，跟 Notebook LM 里面的闪卡，它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在 Notebook LM 里面做闪卡，就是做那个复习卡、学习卡，基本上它是用来做自学它没有办法去看到你学习的那个记录那这里呢，这里的 Flash Card， 因为它这个 ED Cafe 这个平台呢是让你来做教学用的，所以呢，你这个 Flash Card 是设计给你的学生用。好，同样的底下这边还有一些可以生成 AI 图片、生成 AI 的语音这2个我其实用的不多啦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还好因为可以这个就是说那个什么替品很多啦因为现在 AI 的可替代品虽然还不少，你不一定要在这边做但是我会建议各位多去使用它这里边，特别是你做完之后可以跟学生互动的一些的做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 Chatbot 你做出来之后，你的学生跟你做完的 Chatbot 去做互动的历程都会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老师你可以看到你做的机器人，然后让学生用，学生怎么去用它，问了什么问题，你在你的后台可以看到所以这是其他的平台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替代你那后面这个评量部分就是我觉得更棒，就是它可以做很简单的 quiz， 这个 quiz 我们在那个Notebook LM 里面也能做，但是 Notebook LM 里面做的 quiz 是给我们自学用的那这边的 quiz 呢是做完之后，你可以assign 给你的那个学生用，那学生做完这个 quiz 之后呢，他会记录下所有学生去作答的这个结果。好，那各位你就知道了，当我们有一个线上的一个作答结果之后，我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堂课学生到底听懂我讲的东西有多少了好，再来呢，除了做单纯的 quiz 之外，它也可以把那个 YouTube 的影片但是这边的前提是要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字幕的啦，就是要有字幕档的丢进来，它就会去根据你这个影片的字幕档去帮你做一个 quiz。好，最后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通常来讲，我们认知的这个线上测验大概都是能够帮我们改选择题、填充题就很了不起了。它这边其实是可以接近可以帮你改一个报告，就是你给他出一个质性的报告给他，他可以帮你，他不是做批改，但是他可以学生交完之后，他会根据你设定的规准，然后呢给学生一些的回馈那基本上就一定有一点接近我们改报告的意思好，它基本上就是这12个功能。那等一下我们的投影片里面就是会一个一个来跟各位带这12个功能每一个我们都会讲到 ，OK 但是如果你跟不上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的投影片里面都会把我等一下每一个功能讲到的那个步骤，还有它的那个做完的范例都会放在投影片里边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简报里面来讲。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 lesson plan 就教案的部分。我们先有没有投影片的连接？我现在把它刚才那个扫描的时候应该有，那没关系，我现在再贴一次来，你们就可以带着照着做。来，我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聊天室的地方。
OK， 有看到连结了哈。好，那我们就麻烦各位老师，你们就可以把连结投影片打开，它这是一个 Gamma 做的投影片啊。好，你用浏览器打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请各位翻到这一页，就是你就一边看我讲，然后一边就对照的去做。好处是你可以不用再打字，你就直接把它复制贴上去做看看就可以了，好不好？好，这样子你学习会比较快一点。好，来，我们先看一下投影片的东西啊。来，首先他会先要求我们输入一个 topic， 就是你今天要设计什么主题啊。那很巧合，我这投影片是我之前就很久以前就做了哈。那刚好今天是228嘛，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刚刚很接近啊。我们假设说我们今天这个场景是，我是一个高中的历史老师，好不好？我今天所有的示范我就假设扮演我是一个高中的历史老师哦，不过先声明我不是历史老师哈，我是电脑老师，但是我就先用历史老师高中他的学生对象是高中1年级，然后我是高中的历史老师来做这个事情哈。好，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教的是这个美丽岛事件的背景过程跟对台湾民主化的影响哦，然后我的这个教学对象是高中1年级，课程时间是50分钟，然后呢核心目标是。我就初步写一下哦，是希望这个东西好。来，各位，这个核心目标我建议还是老师你要自己写哦，你要自己写哦，因为你如果连你的课程目标跟活动的初步的构想你都不写的时候，那坦白说，如果以我自己教学的经验来说，我让 AI 去设计一个教学活动，我都完全依赖它去做的时候，我这门课我觉得我上得很卡，因为我不太，就像我自己的投影片哦，我也一定是自己做哦，自己做哦。那因为自己做投影片有一个好处是，那个东西你会讲得比较顺啊，因为你会把你的那个思路全部都画在那个内容里面哦，所以我不太像我就不太我自己在当校长的时候，我都不会请秘书帮我写稿或做投影片，因为他写的东西是他的思想，我光是要去消化他的东西，我就觉得接不上啊，所以我建议这些教学的构想，你还是要自己去写出来啊，写的不完整没有关系啊。好，那大致上是先了解一下有这些背景啊，那我们就再开过来这个ET Cafe 的画面啊。好，刚才我们看到啊，在 Create Annual 这个地方，我们先选第第三个啊，就是左边数过来第3个这个 Lesson Plan 这个地方啊，点下去之后呢，各位看到它这边的界面就是这样子啊，它会先让你说，你可以输入一个主题，或者是你贴上一段文章，或者是你给他一个网址，或者你给他一个档案，这个档案你很可能就是你的那个教材吧，比如说你是一个 PDF 的一个讲义啊。好，那我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 topic 这边，就是我要跟他讲要做什么主题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我把刚才那个投影片里面的文字因为我已经写好了嘛，我就把它给复制下来哦。各位老师，你们在练习的时候也可以照我这样的方式做。我把刚才那个投影片上面的这一段我的主题是美丽岛事件的背景过程跟对台湾的民主化的影响。好，再来第2个部分呢，它这边有一个 additional 的一个 instruction 虽然说它这边括弧是那个你可以选optional 就是它可以选或也可以不可以填也可以不填但是我会强烈建议各位这边你要写因为你写了之后呢，你 AI 会更知道说你到底想要怎么教所以我就把刚才我们投影片里面的这一段那个 additional 这个地方呢，我把它从这个教学目标就是从教学对象、课程时间，就是我这边写好的东西，各位你们就可以等一下练习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写 OK， 你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给贴到这个地方来 ，OK， 好，那再来底下这边就是什么？你要不要让他去
去做线上的这个教学资源的搜寻。各位有看到这边你可以合取啦，但是合取的时候呢，这边右手边这边有一个皇冠，黄色背景，然后黑色的皇冠。各位，你只要接下来在它这个界面里，你看到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代表它这个是付费版的功能。那通常来讲，你第一次用的免费版，它好像会给你那个，先试用了但是它好像接下来在后面用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说，提醒你这个是要 upgrade 上去的好，那这个东西你没有勾也没有关系，我们先勾看看，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给我用了好，这边的 standard 这边也是可以是不填的，那你这边你基本上就是因为它这个是 for 全世界在用的一个平台，所以它这边是让你去写你用的对照的课纲是什么那这边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说是，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这边是108课纲嘛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08课纲的历史领域这个部分，我们把它给框进来好，那这边的 output 的 language 我们当然就是选繁体中文好，最后就是按一个它这个绿色这个地方有一个 generate 这个地方你把它点下去之后，你看它不让我用了它因为我有勾了什么 Google Search for Lesson Plan， 它要我升级好，那所以我就因为我之前已经有试用过了所以我就把它给取消掉。好，点下去之后，它开始在跑，一下子就出来了我还来不及让各位看一下它那个跑的图样，它就出来了。现在是它在跑我还没有卷，就是它其实生成很快。好，跑完了来，我们带各位看一下它跑出来结果是什么。我把画面稍微放大一点来，你看，他给你这一堂课的标题然后呢，学习目标是谁给的？刚才你有稍微写一下嘛他在帮你论述，然后对照的标准 ，OK， 然后呢，这堂课的关键字帮你列出来，然后核心问题有3个。所以刚才为什么我建议各位你们那个 addition 的那个地方你最好是写上去，因为这样子你就不用来来回回跟他这边对话好几次如果你没有写，我相信他不见得能够揣摩你的意思，生出你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指令就跟他，刚才我们用的那个界面，基本上就是它 ED Cafe 这个平台，它是设计了一个界面，来引导你，其实就是写提示词啦，就是你勾选或者是写一些的简单的文字，基本上那个东西如果在我们的LLM 模型里面的话，它是没有这种表单的嘛，那就变成我们全部都要自己写提示词。但是 ED Cafe 这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用一个类似表单的方式，让你把这些必要的资讯填完之后，那你的提示词给 AI 的指令就出来了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那个 additional 那个地方建议各位你们要写，因为这样子它才会比较符合你要的东西。好，课程时间长度50分钟，刚才我们讲的，好，它会给你一个开场。有一个 opening hook， 就是引发动机时间配比它也给你建议好，然后教师活动、学生活动、直接教学，然后有一些哪些视觉辅助、老师讲述的方式、引导的实作，他这边建议可以做这个单元可以做小组讨论，讨论的时间他建议20分钟，然后建议怎么分组，然后每一个分组里面有一些任务说明。然后小组回报、教师巡视的指导，再来就是有小组合作，也有独立练习，所以他会设计学习反思单。这边练习的时间是5分钟那学习单的内容，他这边也帮你大概写出来最后结束跟课堂总结6分钟延伸活动跟评量包含差异化的部分，他这边也给你一些的参考建议。然后后面评量的部分虽然说我们刚才在介绍说
刚才那个3个 part 里面最后一个 part 是 assessment 嘛，但是它这里面其实它教案里面它就会给你一些的基本的一些评量的建议了啊，形成性、总结性，然后教师的反思。我觉得这个地方写得不错，就是你每一堂课完之后，它都会提供给你教案里面就会给你一些老师要反思的一些的问题，然后甚至家庭作业。OK， 其实我觉得啦就我自己在看一个教案的经验，其实这份教案算是比较像是简案了，但是这个简案我觉得写的，坦白说，我觉得已经算是很棒了，很棒了对，所以老师你是不是变轻松了？那可是这个东西我相信啊，它一定还是没有100%符合你要的。那没关系，各位你会发现我现在在做什么动作？我现在把它 mark 起来之后，然后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编辑这一份教案的。譬如说各位现在注意看我的动作啊，我现在可以去把民族醒狮这个醒狮2个字拿掉，它是可以编辑的。有没有看到它上面有可以编，甚至你可以对它做一些格式上的编辑，它是可以做文字编辑的。所以各位，你不要再说他写完了教案不合你用，他只是帮你写个草稿最后的定稿是由你来做定夺的，你可以去做编辑。可是呢，光是他帮你做完这个草稿之后，你就已经省非常多时间了。你只要去修一些它里面可能不是合你用的东西，你稍微把它修一下就可以了。OK， 好，修完之后呢，你就是按 Save 那我们这边按 Save 按了 Save 之后，各位很有趣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超好用的来，各位按 Save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给它一个 file name， 一个档名，对不对？一个档名，来，相信常常在使用电脑的人就会发现我要命一个档名麻烦，没关系啊。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右手边这边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那个星芒的符号？你这边把它点下去之后它会自动帮你取一个档名。各位看到，它就帮你取一个档名，然后它会问你说你要建立在哪一个 folder。所以刚才我们在那个 My Library 这个地方是不是他有跟你说这个你可以去建立一个 folder，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就这边我们这边来加一个 folder。那这个 folder 我们给它写一个，比如说像是今天是228。然后我们这个 folder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My Library 底下好了，然后去 create。那这个它这边我现在才注意到它 border 也可以给它颜色，那我们给它用一个比较亮的颜色，我们来等一下方便看好，那这个 folder 它的那个这个 lesson plan 呢，你可以设定说它是要public， 就是可以公开给别人的，或者是你自己 private， 你可以自己用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公开也没有关系的就 save。好，各位 save 了之后它就会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呢，这个就这样子就已经存完了。好，那存完之后你还可以后来你可能吃完中餐之后回来之后，你想到说我还是要去编辑，你可以再继续按编辑那我们看一下右手边这边还有3个点点，同样3个点点下去之后就代表还有东西了你可以对它做 rename， 就是更名，或者你去编辑它的描述，或你可以去搬移它的位置，或者 clone 就是你可以去复制同样一份教案你可以再复制第2份因为一般来讲这个 clone 就是你复制起来之后再去做修改了然后你可以 share share 之后我们试看看share 这个东西一般因为我们在教师社群里面我们都希望说你是可以 share 出来一些东西share 之后它可以 share 这个连结给人家它是 share 一个连结给人家好，那这边有一个东西，最左边这边有一个 export 这个东西，但是各位注意到它又有一个皇冠的同样讲呢所有的这些app 都是同样的模型就是它都会在那个让你感觉到好像很好用的功能上面会给你加个皇冠要不然它要赚什么钱，对不对好，我觉得合理的我没有批评就是合理的嘿。
好，但是你第一次进来的免费版的人，你可以试用啊，试用看看。我用过了，其实它那个汇出的功能还不错。它可以汇出什么？可以汇出 Word， 汇出 Google Doc。哦，那这个好不好用？好用啊！可是你说啊，我就是免费仔啊，我就是不想付费啊，可不可以？你没有付费，那就你就是做，你没有付费就享受不到人工智慧嘛，那你就用工人智慧来处理就好了，对不对？复制贴上到 Google Doc 或到 Google 文件里，到 Word 里面就好了。啊，各位有一个观念是这样子啦哈，我觉得很多的老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有付费去用某些 AI 啊？当然那个是成本，可是呢，你要去遵节聚焦你的成本在投资在一两个哦。我觉得未来大家如果我们把 AI 当工具的时候，我们投资在 AI 上面的使用成本会越来越高了，会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要把它拿来当做所谓的谋生工具，像写教案这件事情来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的谋生工具嘛，那这个谋生工具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是工具而不是玩具的时候，玩具就是用完了quota 那个 token 没有了算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工具的时候，我们就不容许它有罢工停工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是 token 要够。或者功能要齐全，那所以就要付一点钱了，我觉得还很合理啊。如果你不付钱，那你就是付你自己的时间，就是我们说你要付费才能够享受到人工智慧啊。你如果没有付费，就是用你自己的功能智慧去处理，复制起来，然后贴到 Word 就好了，也是一样，但是它这边是一键汇出，一键汇出，好，这个是教案的部分，到这里各位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听得懂到这边目前 OK 的时候，帮我打个一下好不好？好，你觉得会太快的，帮我打个2，好不好？也让我了解一下。哦，好，了解。好，大部分都没问题哈，大部分都没问题。好，好，也有少数2位老师有打2。好，那这样子我就知道我不能再加速，因为我本来刚才以为太慢了，所以我就想要再加速一点啊。好，好，那我就大概维持这个速度就可以了哈。好，其实各位你们上网第一张投影片啊，其实后面我如果今天突然间网络断线，我来不及讲啊，你们其实就可以照着做，因为我跟各位讲，ED 可不可以让我最欣赏的地方是它的使用界面，它的一致性非常高。来，我们带各位看一下它的一致性是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第2个了啊。来，第2个是教学资源，我们现在还是在第1个部分呢哈。第1个部分我们先做了那个lesson plan 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它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帮我们找，让我们去找 teaching resource 啊。好，那这个东西呢，一样看一下他也会问我们说你想要教什么主题啦然后呢，你希望的那个资源的类型是什么？他会去帮你找文章，或网络上面的已经有人做完的投影片分享出来的，还有或者是一些影片，或者一些什么那个学习单worksheet 好，那这边主题啊，我们来打开这一个东西给各位看来，一样的回到我们刚才那个 ED Cafe 的界面，我们一样按 Create New， 然后呢就是第2个他来找资料。好，你看他这边问你说你要教什么主题啊？那我就把刚才在投影片里面这边这个东西一样的，我又再把它复制一次。好，然后我到这个地方来把它给贴上。好，这个资源类型你不一定要全勾
来，这个资源类型你不一定要全勾，你可以勾选文章、投影片、影片，学习单啊。好，假设我们全勾的话，那我们就是按了这个 Find， 叫它去找。OK， 哦，这个就我刚刚讲的啊，它可以让你去 try for free， 好，那我就 for free 去试看看。各位，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你说啊，那不就是 Google 吗？对，可是呢，可是它有跟你聚焦了啊。Google 我们说我们给它一个关键字之后，它是把一些所有有符合这个关键字的东西都帮你找出来，对不对？但是它这里它就是直接去聚焦在刚才那个四个类型上面。OK 哦，4个类型上面，你看它这边找到了5篇文章啊，然后一个投影片，5个影片，5份学习单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他给你的东西。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文章嘛？我们点这个 article 这个地方，它就会把它找到文章列出来给你。好，那各位看一下，你觉得这一篇文章 OK， 你就给它保留；你觉得不 OK， 你就给它按这边有一个垃圾桶啊，右手边这边有个垃圾桶，你就把它给点下去，就删掉了。好，同样的 slide 这边它帮你找到一个投影片，好，那你这边有连结嘛？你点下去之后，它会打开，它会下载啊，有没有？它就下载。好，我看一下啊，好，它投影片我就没有办法分享给各位了哈，它可以下载下来啊，好，然后再来是 video 的部分，它这边有5个，那一般来说它就是从那个 YouTube 上面去找了啊，就基本上是有公开分享的，它会找得到。好，然后这地方是有老师们分享出来的一些比较跟教学接近的文件，你都可以自己去查找一下看一下啊。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教学资源啊。好，我刚还没有存呢，我还没有存啊。来，那我们如果找完之后，我们可以把它 save 起来，一样的哈。你看我说，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说我第一个投影片上完之后，你就知道接下来的操作模式就差不多了，就是有一个表单问你一些事情啊，你就给他按照这个表单的意思回答完之后，你就可以来接下来的动作都差不多了，大同小异。来，一样 file name， 各位都知道按右边这个就好了。然后呢，选择的一样是228，按 save。好，到现在我们已经用 EdCafe 的功能做了2个东西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各位你们现在看一下哈，在我们左手边这边 My Library 这边，我们刚刚是不是建立一个绿色的228的这个资料夹，对不对？我现在把它点开来，我点了这个地方，现在在这个内容主页这个地方就会看到我们刚才建的2个东西，我把它放大一下，好。那你说，它的名称是我们刚刚用那个 AI 帮我们自己去命名，对不对？看起来都很像。对你如果同一个主题里面，它当然命的名称都很像，可是各位你怎么去区别哪一个是我们刚才建立的哪一个东西啊？你要去看 type。好，这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建的那个 lesson plan， 这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 teaching resource。OK， 好，我是用这边在看的哦，因为它刚才我们讲了 EdCafe 里面总共可以让你做12个 type 的东西哦，12个 type 的东西。那这个名称我觉得其实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这些名称都会非常类似
你也不用去想太多，就是让 AI 去帮你命名就好。那你自己在用的时候，你透过这个 type 的地方去做区辨，到底这个是哪一个档案，你从这个地方来看 ，OK， 好，到这里是第2个。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3个简报。这个简报我也觉得，虽然说现在在网络上面用 AI 做简报的工具非常多了，各位你们应该都有最近那个 Notebook LM 它的那个简报的功能非常强嘛，对不对而且因为它是用那个它的生图功能去做出来的好，但是这里这个 ET-Cafe 这边做的简报它基本上是可以汇出变成那个 Google Slide。好，那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他还是会问你的要教的主题是什么所以显然等一下我们这边会把它复制下来到这边，对不对？还有他这边又来了，有一个什么 additional 的，你要给他额外的资讯，一样的是可以填可以不填，但是一样的嘛，我刚刚说的都填啦，填了之后呢，他这个做的东西就会很符合你要的东西好，那我们呢来先把这个主题先把它复制下来，因为我等一下要做给各位看好，我们回到这个。请问你们今天会要开门吗？不好意思，是我暂停。辛苦了好，来，我们一样是按 Create New 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点选第一个Slide Deck 这个地方，点下去之后，对不对？它这边有叫我填 Topic，就给它贴上然后呢，这边 Additional 的地方，我再回到刚才那个投影片里面，就把投影片里面那个东西，我就不要打了各位你们自己现在在跟着我做的时候练习，你也是直接用我的例子去做就好了因为你只是要去体验这个功能而已。好，那接下来接下来这边各位注意看这边有一个 slide 的数量 number of slides， 你这边可以选择是低于10张，或者10张到15张，或16张到20张，21张到30张。OK， 也就是说它最多可以做到30张了，那我觉得很合理一堂课，现在像以中小学来说，高中就是最长嘛，50分钟嘛，你国中就是45分钟嘛40分钟到50分钟的课，你基本上超过30张投影片，我觉得就稍微多一点。那你如果说你的确是需要用到更多的投影片，那你就是分开做就好了分开做不同的单元就好，分开做不同的简报就好，因为它没有规定你一个 folder 里面只可以做一个简报而已那我现在为了示范，不要让它生太久，我就选择低于10张好了。那 output 的 language 一样是选择繁体中文。好，这里有可以让你选择它的那个所谓的范本那这边的范本基本上就是范本就是它样态啦，风格啦它的风格它的风格就是各位你不要去寄望说在ET-Cafe 这边去享受到像那个 Notebook LM 那样子的一个美工的质感我觉得不用想太多，它就是这些东西而已。但是它是增加我们教学的方便性、便利性。我刚刚再回到刚刚我们所讲的ET-Cafe 这个工具，我认为它最大的优点是来释放各位你们的那个体力跟时间来，我们随便选一个，比如选这一个选第3个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给它按 Generate。我到底勾了哪一个是需要升级的？看一下没有，它这一个 Create 这个 Slide 就是皇冠的因为我这边现在用的是什么？是 Free 版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主办单位它是可以帮我升级啦但是我这边我故意是用这个 Free 版的这个功能来示范给各位看，因为你们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用都是用 Free 嘛好，这边就是你要做投影片，因为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这个投影片是可以用的
它现在是把它给变成是要付费的。好，那没关系，我前面之前已经有做完给大家看范例哈。来，我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每一张投影片这边，你只要看到有这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查看范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点开来看。我只是要给各位看一下，刚才我们那个按生成那个按钮哈，按下去之后，你就会看到它就开始跑。你看到那个自动跑的画面，就觉得很兴奋哦。好，跑完之后呢，它就会看起来就是像生完之后就是这一份简报。好，那这份简报呢，你可以把它给放大，放大之后啊，就可以开始来播。对，这个东西全部都是他生的，连图都是他找的，哦，连图都是他找的，哦 ，OK。那这个投影片啊，这个投影片基本上啊，是可以编辑的，啊，是可以编辑的。就是说，你编完的投影，你做完的投影片，啊，做完的投影片是可以再编辑的，啊。来，我们看一下，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功能有没有被我锁住哈。好，这是各位你们在投影片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教学示范，通通都在这个资料夹里面。那我来看一下刚才那个 slide 在这里，对不对？好，我按一下这个右手边这边有3个点点。好，这里有一个什么 edit， 你点下去之后，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做完让 AI 自动生成的投影片，基本上呢是可以再去对它做编辑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点这一张图片，好，有没有看到？我这些图片呢，这张图片它现在有一个选项嘛，哈，它这边是 search， 就是它是用这些关键字美丽岛事件空格台湾空格民主运动去 Google 里面去找到这一些的图片，然后呢，它根据他自己生成的那张投影片去配一张他认为比较接近的图片 ，OK， 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search？它这个我觉得这 search 这边它就已经帮我们找到很多很棒的图片了当然有一些图片不是很适合，像这个书，你把它放在那张投影片里面就不太合适好，那万一要是说他帮你找到的图片，你觉得匹配性不够好的话，你也可以透过 upload，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上传你自己电脑里面的已经有存在的历史图片，然后去把它给做一个替换。OK，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点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我乱点的了哈。好，我现在随便找我自己的图片。OK， 它这边有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图片你必须要低于5 mega 所以图片不能太大这也很合理，因为你的那个投影片的图片如果太大的时候呢，基本上会影响你的效能我来找一下我的电脑里面有没有小于这个。我目前电脑里面没有什么图片好，这边基本上就是你可以 upload 自己的图片去做替换，你也可以透过 AI 生图可是我觉得，坦白说，我觉得这3个图片的取得来源这个社区我觉得很好，这个 upload 我觉得也是必须的，这个 AI 生图我觉得就算了吧，因为刚才我说的ED 咖啡从来它的强项，我不认为是在 AI 生图的地方。如果你要用 AI 生图，你就到开另外一个分页，去打开你的 Gemini 去生一张图就好了对不对？然后把它存到你的电脑里面，你就可以去 upload 这张图了。所以这个它标的皇冠，我也没有觉得多稀罕。你标皇冠就标皇冠，我就不用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会建议ED 咖啡这边这个皇冠可以取消了吧，因为除非你怕我们浪费你的 token， 要不然这个东西是可以不用的，因为替品太多了嘛，就是你现在那个 AI 生图的替品太多了，所以我不见得需要在你的那个 ED 咖啡里面去做 AI 生图好，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用的就是它的这个 search， 它就像以这个题目来说，它就找了这么多的图片出来，是可以替换的
那一样的，这边的这个什么文字是可以编辑的，所以它其实就是 Google Slide 嘛，那你完了之后呢，这边你可以 save 对不对？save 完之后一样的，你可以汇出成什么 Google Slide 或者是 PowerPoint 好，这边各位这边看到一个新的按钮，叫 Assign ASSIGN 这个地方，好，这个 Assign 呢按下去之后是什么？对，等一下这个功能，等一下这个按钮类似的按钮会在我们后面的东西会再次出现这个 Assign 就是我要派送给别人派送给别人，它有几种方式，它会给你一个 QR code 也可以让你去 copy link， 然后呢丢到，比如说丢到聊天室，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copy link， 然后呢我们把它给贴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好啊，那你这样子是不是老师们你们就有看到，就会拿到这一份美丽岛事件的简报了，对不对？好，那通常你在班上的时候你在班级上课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要给同学投影片，你就可以用这个 Assign 功能，然后让同学去扫这个 QR code 就 OK 了。当然你还可以把这个什么，它这边可以跟 Google Classroom 去做结合。好，这个是它 Assign 的功能，好不好？好，这个是投影片投影片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好，再来呢，我们刚刚讲的第一阶段了那请问到这边，还跟得上没问题的，请帮我打个3，好不好？好，那老师你的问题，因为你已经有先看投影片了好，我一个一个回复一下来，那老师这边问5个问题如何检核 AI 出来的资讯正确性？这就是你的专业性。对，这一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 AI 它生成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对，那你怎么去辨识它，就是你的专业性所以你要请 AI 协助生成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最好是让它生成比如说我们讲说你要让 AI 来协助你写作，很好啊，没问题啊，我也不反对。但是除了我刚刚在一开头所讲的我觉得应该要加上你自己的灵魂，就是加上你自己的风格，加上你自己的观点，加上你自己的之前阅读的素材然后把它给汇集在一起也就是说不是完全把工作丢给 AI， 而是你跟 AI 一起协作。好，那 AI 协作完之后，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你参与，有一部分是 AI 的东西，那你怎么去判断 AI 的东西对不对？那就是你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有对于这个主题是有我们的专业那个程度的，我们就看得出来。所以就我刚刚讲的AI 它因为我们常常跟 AI 在互动嘛AI 有的时候针对某一些的议题比如说我们请他谈一下这个对于比如说我们台湾的一些的教育的议题事件那坦白说他不是每一次回答都是很正确他不是每一次回答都很正确。那我当然我认为他不正确，有些时候也是跟我的教育的立场有关系啦。我认为他写的实在是太不食人间烟火了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本身要有这一个教育的专业跟经验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出来的简报规格不一如何调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进去之后用它的编辑的功能，然后你去改它的图片但是
你说要对它做大型的版面的去修改，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它的框架底下，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太大幅度的去修改哈。但是它可以去修改图片、修改文字哈。好，你的第三个问题哦，那个只是想喝一杯咖啡那个字，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不好？那个生图是用 Gemini 来做的。好 ，OK， 我先回答到这边哈，对，那个 Lisa 老师你讲的很好哈，图片应该会有版权的问题，所以刚才因为还好他那个刚才那个投影片是可以让我们编辑的啊，所以对老师你这样做得很好，就是最好是在那个图片，因为你是网络上搜寻嘛哈我们如果是用 Google 去搜寻的话，我们通常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会设定说，那个是有开放版权可以分享的啊，因为各位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 Google 它搜寻的时候，它是有一些是可以免费无偿的分享给人家的。但是我觉得啦哈，虽然说教育里面去引用这些图片都是属于合理使用，但是我们还是加上图片出处会比较好，因为比较不会出事情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开始讲第二阶段，就是怎么去做这一个教学的一个素材。好，好，来，我们接下来教学素材这边有好多的东西可以做哈。那我看一下，现在是10:19哈。我尽量多讲一点哈。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把所有12个功能都讲完，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投影片里面，各位你们就 step by step 去做，基本上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哈。那我想等一下一定要保留一个时间，分享一下我做的那一个用 AI 来做 AI 的 Gem 给各位哈。那个我觉得对各位可能实用性还蛮高的。来，各位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叫重点摘要summary note 就是它的目标是把一个我们帮学生找到的复杂的长文转化为学生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读懂的一个类似像懒人包的东西好，我们刚刚在第二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请那个ET Cafe 去帮我们到网络上去找文章、影片，然后什么学习单，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可能找到一篇文章不错，我觉得很适合在美丽岛事件这一个单元来讲。好，可是呢太长了太长了。那太长了之后呢，我们就希望说，学生你说让他读长文章很好，可是长到超过他的限制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务实因为学生不会看所以我们就希望把它给做一个摘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的，我们从Create New 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来选择这个第二个部分，这边有一个在这里在这里有一个 Summary Note， 对，点下去。好，一样的，它这边会问你 Topic 好，那我们就把它给复制过来。好，来这边有一个地方稍微讲一下来这边我们就不填 topic 了，我们要填什么？我们要填 web page。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把我们在网络上面找到的一篇文章，去把它给变成一个浓缩，变成一个摘要，变成一个短文嘛。所以我现在请他给他一个 topic， 这个东西不太务实。你可以贴给他一个文字，或者是我直接给他那个网址。OK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投影片来看一下来，我们现在呢，要用这一篇文章 BBC 这一篇文章来摘要给学生看。那我们先把这一篇文章打开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那个ET 可不可以帮我们找到的，我们可以作为教学参考资源的文章。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好，很长故事很丰富可是我们现在学生基本上不见得能够看那么多文章没关系。那我们假设说他们
不看那么多文章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给复制这个连结，然后呢，我们我们把这一段连结贴上去啊，然后这个 addition 呢，这个地方呢，我们这里啊。也有设定要求这个地方，我们一样的建议各位把这一段你要给的文字一样的把它给复制下来啊，然后我们再到这地方把它给贴上啊。我们这里是告诉他说，我们对它的什么摘要的目标啦，还有它的格式要求啦，我们稍微简单跟他讲一下，这你可以改你可以改，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好，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就按生成。好，那现在跑出来的格式就是我们刚刚给它的格式。你如果不填，各位你可以试试看，他也会帮你做摘要啦只是说，也许你觉得他做的摘要的架构你不是很喜欢，那你就又要再去做什么？又要再去做编辑修改，那不是很麻烦吗？你倒不如一开始就跟他讲清楚要做什么，省掉你的时间。各位有一个使用 AI 的一个最好的习惯就是，最好是一开始就尽可能跟他讲清楚。那你就可以省掉很多后面跟他来来回回修改很多次的时间这个是给各位一个建议。好，那这个呢，这个就是一个摘要，我们就可以把它给 save 起来。一样的，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好，按 save。一样的各位你会看到。所以我说 ET 咖啡的学习的界面真的是很无痛啦，你只要做完1个2个之后，你就大概就熟悉了。你看是不是又一个 assign 出来 ？assign 的话，刚刚看过了 ，QR code、copy link， 对不对？好，然后呢，一样的是可以汇出，汇出就是像这种文字档，就是一定是汇出变成 Word 或者是 Google Doc，Edit 再编辑，3个点点就是这些。OK， 好，所以它一直在重复，它只是它的内容不一样而已所以我才说ET 咖啡它的学习门槛很低但是这个很低是它的优点我不太喜欢那个界面太难的东西，界面太难的东西你学得会啦，但是你的其他同事学不会，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好，这个是我们有关这一个 summary note 的部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复习卡复习卡 fresh 卡。好，这个 fresh 卡呢，它会让我们要求它输入一个主题，给它一个对象，然后它就会产生复习卡来，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一样的，我们从这个 create new 这个地方来，然后呢，去点选 fresh card。它这边要我们给它主题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主题了然后一样的，我们把那个主题呢是写说，主题是关于美丽岛事件的10个关键历史名称，对象是高中1年级好，这里你可以把你的对象也把它写进去，没问题了那你不写，我觉得也还好。那这边它有一个 template， 就是它的那个模板，模板里面它可以给你几种选择它是一个是 term 跟它的 definition， 就是它的那个名词跟它的名词的定义或者是有问题跟答案，还有就是用来做单字卡的单字卡的。好，它有这几种可以选择。那我们先选择第一个好了。那它这边就有所谓的那个什么前面跟背面它是什么？好，然后接下来这边你也可以让你选择你的 car
要几张？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给他5张好了。然后要不要加图？我们现在暂时不加图，它是可以加图的，但是加图这边一样的哈，要收钱的。好，output language 一样是繁体中文，按 generate。好，5张就出来了哈。好，显然这边要加图会更漂亮，但是没有加图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只是要复习而已。好，那这个前面这边就是它的那个关键字词，背面这边就是它的那个答案，好，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就先，这个卡片各位有没有看到？它这边是可以挪动顺序的，这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箭头是向下，因为它是第一张嘛，它向上的这一个箭头就不能用了，因为它在第一张了嘛，所以它这边可以向下，按了之后它就会挪到底下去，按了向上它就会再挪到上面去，好，那这一个投影片呢，这一个你看你觉得它这个生成不满意的时候，你可以叫它在什么 regenerate， 就是它的背面的卡片可以叫它 regenerate， 就是这一个啦，就是它这个解释有3行的这个解释，你可以叫它的 regenerate。针对美丽岛事件这边，请它 regenerate， 对不对？好，你也可以直接去手改它 ，OK， 你也可以直接去手改它啊。比如说你这边把那个高雄事件你把它删掉，对吧？你可以自己手改它，这当然就是代表说你可以自己打，你可以自己打。然后这边呢，你可以加图的，OK，你可以加图，你可以去找到图进来，对吧？那我觉得可以不用加了因为我觉得这个 Flashcard 其实就方便就可以了像 Notebook LM 里面也没有加图好，到这边我们给它按 Save， 一样的点那个自动命名。好，我要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Flashcard 它接下来怎么用。好，做完之后就是这样子好，那我要去用它的时候，我点这个大的这个方块这边或者是你这里呢，你可以把它给 assign 出去assign 出去之后，我们把它 copy link 下来，我们假装给学生用，学生透过这个连接之后，它是抱歉了，我又断掉了嗯，好，抱歉，刚才我又被断出去了好，那各位现在看得到画面吗？可以好，谢谢。好，我们这个 Flashcard 呢，那我们可以把刚才那个连接呃，贴到我们的分页上面去。
好，来，今天的电脑有点怪怪的哈，我刚又被跳出去了哈。好，来，这个就是我们学生透过连结会看到的画面。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来，他要使用的话，他就可以点这个 Study Flashcards 啊，点下去之后呢，各位看到它的界面就是这个卡片的正面啊，我如果点一下之后，它就是反面。OK， 好，那这 Flashcard 不是测验，它是一个复习而已，所以它是可以让学生来做练习的啊。那你可以看完之后懂了之后，你就说 I know 啊，然后接下来就下一章啊。下一章的时候呢，我分享各位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 Flashcard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在强迫提取你刚才听到某一段的时候的记忆啊。就我们说这个是很棒的一个功能设计啊，就是我们常常在使用 AI 的时候啊，AI 会讲好多东西给我们听，那听完之后感觉好像懂了，但是呢，你根本没有记进去脑袋里面，所以你适当的用这些 flashcard 来召唤你刚才看过的记忆，它会加深你脑袋里面对于这段记忆的连结啊，所以我在跟老师们分享的时候，我都会建议说，其实开始使用 AI 之后啊，我都反而建议老师们，你可以继续出报告作业，但是可以把那个报告作业的分数降低啊。为什么？因为你为了评量的公平性啊，我觉得报告作业降低是合理的，因为你坦白说你要去验证他那个报告的真实性，或者是它是由他们自己亲自做出来的，你的成本非常高，哦，有方法，但是成本很高，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土法炼钢，你就直接问他问题，但是那个要耗费掉很多时间成本啊，所以我都说，但是有些时候评量的时候，那个报告是内化那个知识的方法之一啊，所以我不觉得是要把报告全部废掉，但是你可以多一些小考哦，所以我都其实蛮鼓励老师在AI 的时候，你可以多一些小考哦。你说多小考，我要准备考卷很麻烦，不用担心啦，你让 AI 帮你做就好。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那个 quiz 的部分啊。好，那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 flashcard 啊，它就是提取你刚才的记忆。好，那你看了之后，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可能稍微了解，但是我等一下可能还要再复习一遍。你就说 still learning， 就是你继续保留。好，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在除了卡片之外，底下这边有一个横条，这个横条有五个格子。刚才我们第一个是 I know， 对不对？第二个是那个 still learning。好，那我这边就继续看。好，你看我第三个我又说 I know， 它就用绿色，对不对？好，我都先 I know。好，第五个呢，我说 still learning。来，各位，接下来它就是会一直在重复橘色的东西给我看。当我说看完之后我背起来了，我就 I know， 剩下一个他就给我看。就是这样的，他会一直持续的去丢那个东西给你，就叫复习卡，好不好？这个就是复习卡的功能。这个东西我觉得各位你们可以多用，因为我觉得有了 AI 之后，我们反倒是看起来感觉好像学很多，但是事实上记得很少，因为太顺了，它没有摩擦感。学习没有摩擦感，你基本上就不会掉碟，那些逃卡对，就是我觉得要落到脑袋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要有那种痛苦了。刚才我们在看那个正面的时候，然后去想那个背面的答案，基本上你的脑袋很痛苦，可是没有痛苦就没有得到的学习，那你只能够这个东西避免不了了，学习一定是要付出一点心力。那我们顶多老师这边或只能够帮助学生说，我让你这个学习稍微比较有一点点的工具来辅助你，让你觉得快乐一点啊。好，再来是阅读活动阅读活动呢，就是你可以去把这个刚才我们
我们刚才不是有生成一个 summary note 嘛，对不对？就是摘要嘛。好，那我们生那个摘要就是要给学生看嘛。那学生看完之后，你要给他做一点评量啊。OK， 你可以给他做一点评量。哦，这个东西这样子才会整个做一个闭环式的设计嘛。就是我有给你看，看完之后我要确定你看了没有啊？啊，我怎么确定你看了没有？就是我要设计东西让你回答，确定你看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样的啊。来，我们从这个 create annual 这个地方，这边有一个 reading activity 这个地方啊。好，那一样的，我们给它一个 topic， 我们从那个投影片这边来复制哈。对不起，我们现在要贴上的是什么？是刚才那个 summary note。来，我们回到投影片。我们要贴上刚才生成的 summary note 哦，因为它这边呢是有 topic test web page file，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贴哪个？贴到这个 test 这个地方来。好，那刚才我们先把刚才那个 summary note 那个地方找出来，在228这个地方有一个在哪里？在 teaching resource 啊，对 summary note 我刚刚是不小心存在那个教学示范这里。好，在这里。来，我们把这一段呢，把它给复制下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都没有问题哈。然后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呢，我们到 Create Annual 这地方，选择 Reading Activity 这地方，然后我们把它切到 Test 的地方，把它贴上。好，这边的 Additional 这地方，你可以参考我们这里的要求，把我们这一段复制下来。题目要求这个地方可以不复制了，因为它底下可以让你选。好，然后按 Generate。刚才那个题目复制其实是可以不用啊。来，各位看到，它这里就帮我们生成了一个类似学习单啊，类似学习单就是它帮你把刚才那一段的文章，它设计成这样子一个学习单给你啊。那因为我刚才已经给它设定了，就是你可以直接帮我设计选择题跟那个什么，跟那个简答题。好，其实你刚才那边不弄也可以，因为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加上一点东西。你有没有看到中间这里有一个什么？它可以加上这一个 passage 的一个 quiz 啊，这个 quiz 你给它点下去之后，它就是可以让你选择说，我要加选择题还是 short answer 就是简答题、填空题你也可以混合题。那我们现在是用选择题，然后呢，题数你可以选择说，要几题，比如说我给它5题或者你选择自动也 OK 好，那我们就给它按 generate 一样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生成一些题目来测验它，你到底看了没有？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功能，就是这个东西太简单了。我给他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作答作答完之后，我就确定你看了这个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列入来然后我们把它 save 起来。一样的，我们做一次给各位看save 起来之后。好，一样的我们来 assign 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你就从这边 copy link 或者给他们那我们这边底下这边其实它设计完之后，它这边可以试着去，我这边试着做这个 quiz 给各位看一下，来，有吗？不要装太多。它的 quiz 这边就是你去作答完之后它会记录下来，它会记录下来来，我把它给复制连结。
因为我现在很怕它等一下又跳出去了。我刚刚就是开多视窗之后，它就跳出去了。我试看看如果跳出去，我再进来就好了。好，还好没有跳出去好，来，各位，这个就是你做完了这个 reading activity， 就是阅读活动。好，一样的，他会给你一个你这个学习单看完之后看完之后，然后他接下来会给你一些的作答。那你这边呢，其实你可以只给他这一些东西就好然后后面这个 quiz 你可以单独成立的。那我们现在假设他要去做这个 quiz 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边他可以给你打一个，你要进入到这个作答的时候，他就会叫你要输入名字。那这边我会建议各位啦因为如果你是在班级上面用的时候呢，你可以简单的说要他们打上他们的班级座号，比如说他是101班的25号，你就打10125。这有什么好处呢？待会你们全班都作答完之后，所有东西都会出现在那个作答的记录里面来 play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作答。我就乱写我乱写。老师，你们去用那个范例那边去作答就可以了来，然后就丢出去。有没有？他就会跟你讲，跟学生讲，因为我是学生，我现在是用学生，我只有对33%， OK， 对33%。好，来，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作答完的情况来，作答完的情况，这边有一个东西，各位看到，在 assign 这边右手边这边一个 responses， 它这边后面有一个刮胡2，我们点开来看，来，代表有2个参与者作答，然后呢，这个答对率是41%刚才我应该有另外一个人也上来作答了，他比我厉害我刚只有对33%，他帮我拉高成绩了好，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参与者有哪些人？可以看到，你看Sam 这一个同学跟我，然后呢，我对33，他比我他是学霸，他得到50分我得到33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question 的地方，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 quiz 的地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正确答案是 A 嘛，但是呢，我跟那个 Sam 2个人都做错了，我选 B， 一个选 B， 一个选 C， 所以各位老师你就知道，我们可以从这地方去看出同学的错答选项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会选这个错的？那他的观念是因为卡在哪个地方你如果这一题全部的人都答对，你就不用检讨了，你就可以聚焦去检讨那个答错的地方就可以了然后各位再看这里呢，这里有一个 download 有没有？好 ，download 的话，它就是你可以把这一个它的整个那个 responses 去把它给下载下来，或者是它这个你可以把它弄成是一个 Excel 或者是一个 zip 档。好，你如果下载成一个 Excel 的时候呢，它就会存到你的电脑端。简单说就是，它可以让你绘出成绩啦，它可以让你绘出成绩就是它这些东西它可以让你绘出来，所以各位你可以善用 ED Cafe 这边的一些 quiz 的功能，然后呢去做一些随堂小考我都觉得这个功能很好用你可以每一节课大概下课前5分钟10分钟马上让他做个5题就好做个5题就好，那就很简单你马上都有成绩了好，这边是 reading activity 的部分。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今天的一个我觉得应该你们会接下来会常用的哈，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叫 Chatbot 聊天机器人。好，那在它的那个 ET Cafe 的 Chat 那个功能里面呢，它其实是可以帮你做一个聊天机器人。好，来，那我们就直接来给各位看一下啊。它的功能在这里啊 ，Create New， 来，我把画面切过来。来 ，Create New 这个地方，它这边第一个就有一个 Chatbot， 点下去，它会问你说，你想要这只机器人做什么？啊，你想要这个机器人做什么？那你就可以跟他讲，哈，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想要这只机器人，我想要他扮演这堂课的助教。好，那我就按 Create。来，我们看一下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你看，他这边他就马上帮你生成一段的 instruction 就是指令啊，他就帮你写好这个指令啊，角色与目标，因为你是教他当这堂课的助教嘛，然后指导步骤啊，互动指引，问候信息啊，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呢？你要让他担任什么这堂课什么目标啊？那你当然他角色的那个指令已经具备了，但是你要给他，你要告诉他说，那你总之要有一个什么，一个 knowledge， 就是他的知识库啊，他的这边你可以把你的讲义啊丢上去给他，比如说你把你这个单元的讲义丢上去给他之后，他就会具备。他就会读那一个知识库，然后用这个东西来回答你的学生。这边的 language 你可以选择说，这边要注意一下，有的时候它不见得是到繁体中文，你要去勾选一下，确定它是繁体中文，否则它回答就会变成是不同的语言啊。好，这是它的机器人的部分。那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怎么样呢？你除了在这边去填之外，你也可以说，我已经有我自己的提示词了，那你就点下去。有没有？就是你自己来写提示词，而不是让 AI 来帮你写。好，那老师到这边，你可能就会说那我不会写提示词啊，那怎么办？好，那没关系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什么？第一种方式是你拷贝人家的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复制下来，比如说像这个提示词是我写的，就是写说有关美丽岛事件的助教。好，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复制贴上去，这是一种方式。OK， 这是一种方式，你把它贴到刚才那个地方去这是一种方式。好，那第二种方式是什么？你也可以去把别人分享给你的 GPT 或者是Gem， 它如果有公开提示词给你的话，你也可以拿来用就像刚才我们那个东西一样，像这一个像这一个是我之前写的一支 GPT， 就是审题小助手那个我写这一支 GPT 是因为之前那个我们有一位国中老师，他因为出的段考题目出的不是很恰当。涉及到一些性品的东西嘛那我觉得造成了还不小的伤害那学校里面要去审题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支审题小助手。那我把这一个审题的小助手呢它的提示词也放在这边给各位了你看你是一位这个台湾中小学命题现场的 AI 审题辅助角色，然后会请他帮忙看这些东西，包含这种语言的适切性，有没有标示性的暗示啦，价值观的偏误啦，学生年龄的不适切啦，知识性的错误啦，各位这个东西放上去之后教务处你们可以拿去用因为你这样审完之后大致上你
可以确保你学校不会上新闻的。我跟各位讲我的经验啊，是你因为段考卷要上新闻哦，还没那么容易的啊。你说考题弄得太简单太难，这个东西都不会成为新闻啦。你就是有那种什么涉及到什么绿茶婊啦，什么那些讲的不雅字眼那些东西在考卷上面才会上新闻啊。这一支提示词就是可以帮你把这些东西都把它过滤掉。好，那像这个东西是我写的，我把它公开出来给大家用了，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复制贴到刚才那个 Chatbot 里面去。好，所以它的 Chatbot 的建立并不难啊，并不难，你可以用别的东西。那我最后因为时间的问题哦，我这边要教各位一个，就是说，你做那个机器人可以在 Chatbot 里面去做，你也可以在 ChatGPT 里面去做，你也可以在卷里面去做。那我刚才有说过了。ET 咖啡的 Chatbot 免费版可以做3个，ChatGPT 免费版可以做0个，Gemini 的免费版没有限制，你可以做很多个卷。好，那其实不管是 Chatbot 那个 ET 咖啡的 Chatbot，或者是 Gemini 的Gem，或者是 ChatGPT 的 GPT，其实重点都在它里面的提示词啊。它的结构基本上都差不多的。好，那我这边给各位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在想啊，很多老师说，哎，那我开始要学怎么写提示词，那我就要从头开始写什么一个提示词有4个 part 啦，然后我要怎么样指定它的角色啦，它的什么那个很多教了很多，但是你最后你不记得啊。那但是我就是在想啊，老师可能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什么特别厉害的高手啊，我只是怎么样，他只是想要喝一杯咖啡而已啊，那你干嘛跟他讲那么多？那个怎么去挑豆子啊，然后怎么去选咖啡的那个主句啦，然后怎么去不用啊，你把他一个咖啡课都跟他上完之后，他也没有太大的需求所以呢，所以我就在想，那喝咖啡最好的方式就是2种嘛一个是去那个全家或 Seven 去买一杯咖啡但是他要付钱因为你请人家帮你煮嘛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另外一种你更方便自己家里面买一台咖啡机One Touch 的咖啡机就可以了。那这边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一台呢，就是 One Touch 的咖啡机，你只要把你想要做什么丢给我们这支卷，它就可以帮你做成一个提示一个卷它就会给你这个卷的提示词好，那这一支呢，这一支在这地方在这地方这边有一个黄色按钮叫 AI 架构师这地方好，你把它点下去之后呢，它会好，是我又被弄出去了好，没关系，来，我们来看一下来，我把这个东西打开好了，等我一下
好来，刚才我们打开这个提示词啊，嘿嘿好，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不清楚为什么是今天一直让我去外面啊。好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们打开之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需求。来，这个老师啊，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的需求通常来讲都是很模糊，所以比如说像这位老师说，我现在啊教8年级的自然科，然后呢学生程度落差很大，有些学生一听就懂，有些学生基本观念都跟不上啊，然后我要赶进度，我希望有一种方式能够帮我把一个单元拆成基础版、标准版、进阶版，上课可以用同一套架构，作业评量可以分层，哦，这是最好的，对。那他现在粗浅讲这样子，没有很清楚啊，他有没有讲清楚他的要教案题库还是要 AI 助教，他都没有讲清楚啊，没关系，我们这一支那个提示词呢，就会来协助他做这个事情。我们呢，打开这一支 AI 的提示词，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自动咖啡机啊，我们只要把我们刚才那一段东西直接贴上去就好，啊，直接贴上去就好。OK， 然后啊，接下来我就给他按送出。来，各位看到有没有？他是先帮你做什么？先帮你做这个架构诊断啊，然后指令跟工作流的设计，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是你要的卷的提示词啊。来，我把画面放大一点，让各位看得比较清楚啊。来，你的角色、目的、skill， 然后它这边有很多的斜线指令，分析这个单元名称是什么，设计 Level 1、Level 2、Level 3、Quiz， 对不对？然后整个脉络是怎么样？好，那你只要把这一段什么，你到时候如果你要在那个 ED Cafe 的那个里面去做的话，你只要把这一段复制，这个地方有一个复制，你把它选起来，点下去之后，它就会把这整段的提示词复制下来。啊，复制下来之后，你就可以贴到你的那个Gemini 里面啊，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 Gemini 里面呢，你可以透过这个 Gem 啊，你可以透过这个Gem 这边啊，然后去点选这个新增 Gem，然后在使用说明这个地方把刚才那段提示贴上，然后这里呢那个卷的命名这边你给它取一个名字，说自然科差异化设计，好，然后给它存档就可以了。哦，它就可以用了。那你如果是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给贴到我们的这个 ED 卡费里面去，刚才那个 Chatbot 的界面啊，一样的是可以生成一支的 AI 机器人。OK，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因为我们今天先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然后啊，因为这个后面啊，来我给各位看一下啊，后面的投影片是这样子啊。嗯，等一下啊。后面就是我们一些 assessment 部分，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就是它的 quiz， 它这个 quiz 有埋藏在我们它的前面跟后面都有，其实它是一样的哈。那这个 YouTube quiz 其实它跟那个quiz 的做法是差不多，只是差别是在说你这边喂给它的是一份 YouTube 的连接，然后
这边影片必须要有外挂字幕 ，OK， 就是这样子而已哈。然后这边这一个 Simon Grader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可以帮你评论一些的，你让学生写报告，然后它可以根据这个你给他的那个评分的重点 ，OK， 然后他会给学生回馈，哦，他不会打分数，但是他会给学生回馈，啊，他会给学生回馈，啊，好，这个是我们整个一个今天哈跟各位介绍的这个总共有12个按钮，但是我们今天后面那边我们就没有特别去谈完了哈，就是大概是这些，好不好？好，那投影片怎么下载？就是各位这个连结啊，就是你们现在在聊天室看到的这个 Gamma 这个连结就对了。好，我没有特别去把它给弄成 PDF， 好不好？就是这个连结你们去看就好。好，来，各位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提问的？那最后一页这边是我这里有那个免费的耐社群的 QR code， 然后也有免费的电子报这边哈。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在研学好学的耐社群这边，各位可以加进来。上面会有公告我每个礼拜四晚上的直播的一些活动啊，那刚才讲都是免费参与的哈，免费参与。那中间这个是付费赞助订阅的，各位你们就甄选使用哈。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研习的介绍。好，来，我们刚刚有老师举手对不对？来，有老师有问题吗？连结会一直存在吗？会，对。各位，那个 ET Cafe 其实它的学习，各位你们刚刚今天看到，我们大概这样走了大概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哈，你会发现到其实 ET Cafe 的学习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它其实很简单，哦，很简单。那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的东西，也不是难度了，就是你可以创造性的发挥的东西，就是在那个Chatbot 那个地方，哦啊，Chatbot 那个地方。我觉得 ED 卡费的界面也设计的不错了，它也有引导式的。可是，我觉得我最后补充给各位的那一支卷，它会等于是它是一个扩充了哈，就是它可以帮助你把一些的创意贴进去之后，哦，然后让它去生成一些东西出来，然后它就会，它重点就是帮你去写一些，呃，我们不擅长写提示词的这个部分啊。陈老师问说，怎么做一个心理师的机器人？好，那老师我的建议就是你去找呃，成为就是你就直接告诉他，就直接告诉我们刚才那支卷，就是说你想要设计一支这个可以扮演心理师，那你可能要告诉他说你做这一支机器人是要服务谁啊？你的服务对象是什么啊？你希望他帮他做什么事情，你就直接用白话跟他讲，哦，跟他讲。讲了之后，我们那只机器人就会分析你的语义，然后就会帮你生成你要的提示词。那你就只要把那个提示词再复制贴到你的Chatbot 或者是你的那个卷里面就可以做了，就可以用了啊。当然，它第一次生成出来不一定100%跟你想要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个原因不是因为它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跟他讲清楚你的需求啊，他在猜你的意思而已。所以你可以试着跟他讲很多，你尽量讲多一点，他就比较不会误会你的意思啊。学任何机器人都是大概这个概念就可以了啊，不用再去学太多的那些架构化的提示词。那个我觉得对于的那个东西是比较方便的哈，但是我认为对于大部分的老师他不用学这些东西，啊，他只要学会用那一台咖啡机就好了啊。好，那如果各位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课就谈到这边。那接下来是不是就交给那个我们 ED 咖啡的小编这边，好不好？嗯，OK，
我们的耐社群跟电子报都是免费的啊，你们可以加进来哈，加进来。我每个礼拜4晚上都会有直播课啊，直播课都是谈教育议题跟AI 的结合部分啊，那主要还是以教育议题为主。因为我不是网络上很厉害的那个 AI 大神太多了哈，那我也都是跟他们学习的。那我只是其实跟各位老师差不了多少，我就是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把它用在我比较专长的教育领域上面啊，所以我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比较区别性特点就是在我是把 AI 拿来跟教育结合，那重点主战场还是在教育啊，所以像下个礼拜4的晚上直播，我会谈最近接下来高三下他们在学测放榜之后，他们接下来重点系就换到另外一个战场，就是准备审查资料。那我有写了一些的 AI 工具来分享给大家啊，然后怎么去做资料审查的准备，还有给老师做一些指导学生的做一些参考啊。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到这里了啊。OK。